你好，我是。文总，你有事找我啊？塞恩的李靖要起诉我们。知道了。公关部的小丽跟我说过，说他们的电话都被打爆了。马上就要向董事会汇报第3季度的业务报表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塞恩提出要终止协议、停付尾款，还要让我们赔偿。他们一旦胜诉，对我们第3季度的业绩就会有影响。这让我到时候怎么跟投资人交代呢？是啊，看到新闻的时候，我也很意外。靳总平常做事是非常谨慎的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呢？这确实不是他的风格。或许他最近太忙，大意了。忙？行了，你再跟李靖的律师约个时间，看看还有没有和解的可能。好的。给靳然再打个电话，让他忙完身边的事赶紧回来。好的，你放心。李靖的代理律师说，咱们飞图的代表串通八卦记者，主动让出房间给狗仔，让他们拍摄明星绯闻。我不相信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能给我个解释吗？文总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我们其实并不知道那一对记者是伪装的夫妻，否则我们不会让他们进入房间的。平常靳总做事小心又谨慎，这次没有调查过客户的背景就放他们进来，是不是大意了？哦，这次的确是我疏忽了，是我的问题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问题。现在我们面前基本上有2个问题，其一是如何将绯闻的效应降至到最低，并且跟李靖他们达成庭外和解；第二，如何将第3季度的财务报表通过审计。我同意靳总的看法，但是不知道靳总有没有什么对策。没有。不好意思，文总。虽然此时此刻我没有什么想法，但是并不代表我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我特别在这里向您申请1个礼拜的时间。1个礼拜之后，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好，那我就给你1周时间，不要让我失望。散会。靳然，等一下。
刚才有件事我没说，咱们的第三投资方薅了，刚刚打来电话，说要撤资。就因为这次 SN 闹的绯闻事件？他当时投资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在董事会上许诺，会把明年的重点项目放在影视协拍上。我知道他们集团底下有一个影视制作公司，同时还有个艺人经纪部。如果我们公司想要有力的发展影视协拍的话，那他们不光可以从股权上得到分红，同时可以借助我们的公司强大资源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所以就因为现在 SN 的绯闻事件，市场上普遍反应比较极端，所以他们动摇了。没错，他们老板急功近利不同意，但是他们一旦撤资，咱们的流动资金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再加上塞恩的索赔，那我就真成了腹背受敌了。文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都是我的过失。对你呢，我是完全相信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三顾茅庐把你这尊佛请来呢？你呢，喜欢谁追谁，跟我都没关系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。我也相信你能处理好。我就是希望你呢，能帮我解决眼下这个困境，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很大的麻烦。这个公司呢，是我一手建立的，能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。我真的不愿意看着它就这么崩塌了。文总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飞图走到资金断裂的状况。但同时，我想请你对于我给予100%绝对的信任。小飞，原来呢？原来姐刚刚从会议室出来之后，脸色就不太好看，一声不响就走了。知道了，你忙吧。不管怎么样，是你们违背了合约精神，私自放记者进来，就是你们的疏漏。姑娘，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？你看外面突然间下这么大雨，我老婆又挺个大肚子，实在不太方便。这万一出去交感冒了，会更麻烦。我不相信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能给我个解释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一下我骄傲的小公主被斗败了的样子。谁说我被斗败了？心存善念没有错。再说了，一次犯错也不能代表什么。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对不起啊，这次确实是我给你添了麻烦，是我不好。那么客气干嘛？既然我可以一直相信你，是吗？我绝对不会欺骗你。
喂，干嘛？背你上楼。不用，就这么点路。还不行，安全第一。我告诉你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怀孕期间不允许穿高跟鞋。那你让我在最后穿一次高跟鞋。好。你也不问我什么时候。婚礼那天。你够了。我说，你这一跑解千愁的习惯，可真得好好改一改。一身的伤，要这么跑，对身体肯定不好的。想什么呢？既然你说如果能替公司拉到一大单生意，弥补 SN 制作公司的亏损，那 SN 带来的负面影响就会降低好多，对不对？哟，听你这口气，好像已经有方向了。我上次和森铝公司谈礼品合作的时候，无意中听到他们公司下半年的 outing 还没有方向，我觉得是个大饼。口气不小啊！罗总的公司可有2000多名员工，搞得定吗你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好吧。老婆，吃口东西再走吧。不是吧？你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法式、中式、西式，每一样都有。服了你了。这就对了嘛，老婆。我告诉你啊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呢是绝对不能马虎的。况且你现在的情况很特殊，你说你要是不饿，那宝宝饿了怎么办？好吧。怎么了，小曼？心怡姐，你快到了吗？卡诺说他们要换代言人，所有徐冰冰的电视广告和户外灯箱，他们都要撤下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公司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一定要亲自回去解决。我明天一定跟你去产检，好不好？老公，你真好。哎，老婆，老婆，把牛奶喝了吧。我不喝了，我先去忙了。老婆，啊？穿高跟鞋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你确定举办婚礼那天你要放弃？来。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宝宝，你要学会你妈妈的理解能力，娶老婆呢就要娶你妈这样的。知道吗？啰嗦。好了，我忙去了，等我回来。注意安全。说，靳总，有一位姓陈的先生，是美国的境外电话。接进来。好。嗨，竟然。嘿，听说你那边搞定新的股东了。嗨，你怎么总能未卜先知呢？啊，能不能给我们正常人留点活路啊？资方什么背景？靠谱吗？这个人你也认识，他对国内旅游业很感兴趣，想回国投资。这一次，飞图的股东撤资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边来个电话，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回去。OK。陆总。竟然，
袁经理说他有解决第3季度财务数字的方法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这事儿他还没有跟我聊过，我不清楚。事先都没有通知，就把我们聚集在这儿，看来是信心十足啊，越来越有靳总的风格了。哎，袁经理，我呢一会儿有一个董事会要开，给你10分钟够不够？5分钟就够了。卢总，卢总，啊，哎呀，好久不见呀！好久不见啊！哎，怎么今天有时间到我们飞图拜访啊？啊，是这样，贵公司的袁经理呢，昨天给了我一份非常有意思的计划，我很感兴趣，所以今天特地亲自过来拜访一下。哦，来，坐。所以呢，想跟你探讨一下，看看贵公司是不是有兴趣承接我们公司下半年的 outing 计划。我们公司目前的员工呢是2435个人，人均的预算是15000元。真是看不出来，卢总这么大手笔啊，这可不是小单子。这对我们公司来说可是个好消息啊！我一定让公司最得力的骨干来负责贵公司的 case。季总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希望贵公司对接我们公司项目的负责人由袁经理担任。没问题啊，看来你跟袁经理很默契啊。你的眼光很好，袁经理是我们公司的后起之秀，靳总和季总都很看好的。谢谢卢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好了，既然没什么问题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卢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我希望贵公司在与我们签署意向合约之后，能够事先预付1半的定金。1半定金？靳总啊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有点见外了？做生意嘛，不就是有时我伸一下援手，你递一根橄榄枝，双赢互利才是皆大欢喜嘛。靳总，你跟我提的合作，就是说的这个吧？我想 CCG 您听起来应该不陌生。他们全球拥有5万多名员工，2017年全年的差旅费竟达4.7亿。我2年前帮他们做了资本运营，将他们的规模扩大了1倍。我可以在他们的董事面前卖您一个人情，而且可以推荐森旅成为他们的航空合作伙伴。靳总，你也不会这么平白无故的给我这么大一块蛋糕吧？生意嘛，自然是有来有往。我还希望卢总您能帮我一个忙。资金方面没有任何问题。这样吧，飞图在1周之内给出一份详细的计划书，我也愿意雪中送炭，助贵公司一臂之力。哎呀，没想到你是个性情中人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好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好。哎呀，果然是后生可畏啊！啊，谢谢文总。来，我让秘书开了瓶明月，到我那喝一杯。好。原来这次做得非常出色。我看你成长这么快，我真的觉得很欣慰。谢谢季总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情我不明白，像卢总这么难搞的人，你怎么说服他的？这一次居然全程都很顺利，我也很奇怪。你不会连我这个师傅都隐瞒吧？当然不是，
不过他最近心情应该很好，一看到我的计划书就说特别满意，还主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合作。咱们应该庆贺一下。僧侣的单子呢，可以说是完全弥补了塞恩解约所带来的第3季度财政缺口。既然，你的能力让我刮目相看呀。这事儿我不能统揽了，其实都是原来的顾问，他连着忙了2个晚上，熬夜做出来的企划书，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。别人看不出来，难道我还不懂吗？像老卢这样的商人，要不是因为拿到更优厚的条件，能这么大公无私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过程不重要。你的眼光不错，我的眼光也不错。卡诺为什么找徐冰冰做代言？因为这个游戏的受众全部都是宅男。我当时说什么？让你们盯住了这个事。还有你怎么做的？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？啊！总监正在发脾气呢，说要换掉所有的广告画面，我们的损失很大。哎，心怡姐，我不明白，就算徐冰冰跟邓维谈恋爱，那跟我们卡诺的广告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？卡诺呢，找徐冰冰是为了代言他们最新推出的幻想游戏，主要受众群是宅男。但你想，要是宅男知道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已经心有所属了，他们会怎么想？这样一来，代言人所能带来的购买行为，还能起到作用吗？你们3个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啊！赶紧去联系徐冰冰的经纪人谈解约的事情。好的，我马上去办。徐冰冰这次真是倒大霉了，她这下煮熟的鸭子又飞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上一次拍国本广告的时候，她对你那么刻薄，这叫自作自受，活该。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？卡诺要跟我解约，什么情况啊？凭什么？你现在急有什么用啊？关键是要想办法。我听说那个客户经理心怡跟卡诺的 PR 关系挺熟的，我去找他说说去。心怡啊？那个心怡她不会帮我们的。你也知道上次那个国本广告，我们之间闹得不太愉快啊。那现在知道后悔了？当时我在现场一直哄你，叫你别那么耍大牌，你倒好，就是不听。我前一天连续工作18个小时，18个小时，我又不是机器人，难免会有情绪嘛。哎，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想想办法。那代言的是……我都说了，让你先回去。哎，心怡姐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趟卡诺。可是总监让我们替卡诺重新筛选有档期的女明星啊！哎，心怡姐，心怡姐。嗨，心怡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开完会。没事，我也没等多久，坐。你为什么会为徐冰冰求情呢？我听说上次拍广告，她对你很不友善。Selina，你是知道我的处事风格的，我一向公私分明。徐冰冰这个人呢，的确脾气不好，年少成名难免骄纵一些。但是她作为代言人，却是无可挑剔的，长相甜美，观众缘又特别好，而且之前她拍的2部电影下半年要播了，我估计会大卖。所以说卡诺跟她合作会是双赢。你也知道的，我们当初定她呢，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单身，希望她能帮我们吸引宅男。可现在这绯闻闹的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我们也不希望换人。
毕竟所有的资金都已经投入进去了，这么大幅度的撤换，对我们卡诺来说也是伤筋动骨的。那如果我说，这一次的绯闻或许没有影响呢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先不要着急找下一个代言人，给我1天时间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各位，那我今天先走啦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说你的胃刚刚好一点，就喝刺激性饮料，你不要命了？喝水。双双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赵律师，拜拜。拜拜。双双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下班了。赵律师，现在是6点，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。按劳动法，员工有权自主安排，也有权拒绝无理的加班要求。你今天怎么了？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？那赵律师希望您的实习生怎么跟您沟通呢？有没有指导手册让我学习一下？既然没有别的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太谢谢你们了。行，这是您要的材料。谢谢谢谢。行，那我挂了啊。我知道了。原来，什么事儿那么开心啊？我刚联系了当地的旅游局，他们愿意给我们提供一批非常优秀的志愿者，作为第1天的陪同导游。这样我不仅可以节省人力财力，也能让客户对当地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哎呦，不错呀，越来越聪明了，又勤快了。这合同今天早上才弄好的，现在已经筹备的七七八八了。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谢谢季总。来，我帮你。哦，不用了。没事没事。这种事情就不劳季总了，我来吧。季总啊，公司里面接下来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季总值得费心的事情，我看你应该多腾出点时间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没事，我有袁经理这么好的得意助手，他帮我省了很多心了。季总，贵人多忘事啊！忘了吧，我跟袁经理接下来其实还有很多业务上面的往来，这份省心啊，估计我得独享了。差点忘了，原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啊？季总，失陪了。走吧。那季总走了。你刚刚干嘛这么跟季总说话？怎么了？说错了吗？我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，双方绝对没有和解的可能性，并且李静女士要求，飞图公司必须向 SN 公开道歉，否则这个事情我们律师处会追究到底的。告辞。还有其他办法吗？能不能让袁经理？其实不论任何事情，在我们没有查清楚之前，是不可能公开道歉的。就算跟他们周旋到底，我们也绝对不可能松口。我相信这也是董事会的意愿。无论如何，这件事情也不能让它继续发酵下去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会查得水落石出的。
我原本以为你在知道公关部想让你出面道歉之后，心情会很不好，还特意准备了一长段的说辞，想要劝你好好吃饭。现在看来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啊。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呢，他找我出来担责任是最直接的办法。而且你有常常告诉我，眼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所以那些负面情绪对我来说，除了损害自己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之外，一无是处。再说了，你不多吃一点，怎么有力气去打仗啊？我明天打算去找吕静好好的聊一聊，跟我一起去吧。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首先呢，我想找到那个爆料的记者，然后想办法让他去跟大众解释清楚，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说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。你觉得这样 OK 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可以啊。可是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找那个记者。这2天我也一直在打听，有一个编辑跟我说，像他们这种人呢，都是自由供稿，行踪都不定的，所以放心，总会有办法解决的。包我身上。喂，张薇啊。哎，竟然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，看新闻了，获得了年度10佳记者奖啊！你可别这么说，当年如果在美国没有你的帮助，我怎么会做到今天这个成就？怎么了？有事找我？你还别说，我这儿还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，虽然有点不上档次吧，但是却十分紧急。好，你说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没有去玩游戏啊？不是玩，是测评。嗨，老婆，游戏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哎呀，怎么想到看这个电影啊？我在寻找一种同理心，要感受一下那种生死不弃的爱情。太想我们了。哎，也就你啊，在我怀着孕的时候还托我看这种悲情电影啊。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的，不同的是你看事情的方法和角度。其实换个角度，这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。啊？游轮的沉没对于人类来说是场灾难，可对于厨房里的小鱼小虾，那简直是生命的奇迹。什么乱七八糟！哎，老婆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游轮能够平安地到达港口，你觉得 Rose 和 Jake 能够结婚生子，共度余生吗？他们很有可能会面对生活的压力与家庭的困扰，他们很有可能就这样放弃了彼此的坚持，还有柴米油盐。很多情侣都因为柴米油盐的问题扛不过去了，那何不在爱意甚浓的当下，将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情牢牢地记在心里呢？这其实对于他们的爱情来说，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呢？那我们呢？我们俩能走到底吗？不能，最多60年。60年以后，我让你再选一次。下班以后回去换身衣服。为什么呀？原来姐啊，还没下班呢，你就约好晚上的节目啦？听说贝梯酒吧很潮的，你带我一起去呗？你怎么这么八卦呢？是不是想加班啊？那就算了。
去酒吧还要开车啊？没看出来嘛，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你一个人玩的挺开心的呀。还好吧。你以后一个人出去，不许穿成这样。知道了。那个记者阿豹，虽然不知道他的住处，但是知道他是贝提酒吧的常客，一会儿可以去那儿试试运气。一会儿啊？那你不早说，我穿成这样。你想穿成什么样去啊？西装啊？有问题吗？你还真想穿西装去酒吧？那也太格格不入了吧？那别人以为你不是去追债，就是去捉奸的。你明明就是假公济私。这叫劳逸结合，事半功倍。那个阿豹到底是个什么人啊？无道德，无操守，为了钱甚至可以六亲不认，毫无底线，而且在圈中臭名远扬。所以就颠倒是非、乱写一气是吗？什么人啊？我说你也真是可以啊，跟这种人聊什么新闻的真实性啊？你也太高估他们了吧？他们唯一的行为准则标准就是钱，谁给的价高，他们就为谁工作，甚至不惜颠倒是非，误导大众。疯了，一个人喝那么多酒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偷偷看我朋友圈是吧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凭什么看呀？好了，别喝了，跟我回去。干嘛呀？哎，你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呀？是谁在医院丢下一个病人就跑了？你怎么？你现在想来扮英雄救美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。双双啊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想你走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赵承志，你真的觉得我什么都听不明白吗？是，我就是那么倔强和不要脸的喜欢着你。我甚至可以抛开我所有的尊严和面子，我去装傻，我还可以不惜一切的去取悦你。那最后呢？在你眼里，我依然什么都不是。好了，说完了，回去吧。哎，我想通了。既然你那么不在乎我，从今以后呢，我就要跟你赵承志说，好走不送。哎，你看，别喝了。哎呀，别喝了，行了行了，跟我走吧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原来姐，靳总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喝了，跟我走吧啊！你管我干嘛呀？你给我，别喝了。放开放开！不，你放不放开？不。哎。